今日是青州大火10年祭。10年前，因我慕容家之过，让10万无辜的百姓葬身火海，让无数无辜的冤魂不得安息。青州惨案，是我一生之憾。没有守护好青州的百姓，是我的失职。这里会日日夜夜、时时刻刻提醒慕容家赎罪。这碑上的每一个名字，慕容景和不会忘记，青州不会忘记，大言更不会忘记。这万民碑上还少了些名字。当年戍守青州的威北军，拼死御敌，守护青州。他们即便被人污蔑，仍刀口不向百姓。那13000名将士的名字，也应当镌刻在这万民碑上。他们的名字，应当被所有人记住。对，如果没有威北军，我们现在还被谢人欺负着。他们是好人。放火的不是威北军，他们是被冤枉的。威北军没有害过百姓，百姓却害了威北军啊！没错。威北军还会保护青州吗？威北军已经覆灭，如今已经没有威北军了。只要你们还记得威北军，他们便虽死犹生。本官会继续继承威北军的遗志，守护好这片土地。青州，记得威北军。威北军永存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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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梅林，你眼睛受伤了，还有其他地方受伤吗？少君，不用担心，我只是被白鹅迷了眼睛。都怪我来太晚了，我们走吧。嗯。少君无需担忧，少君飞双目是受毒蛾赤粉影响，才暂时失明。幸好在山洞中及时上了药，这稍后呢，只需再用药热敷，便可无碍。哦，对了，这个布袋需要每隔半炷香就要换一次，否则药效停滞不散，这个恢复之期会大大延后。少君放心，阿姨会彻夜守着少君妃，仔细更换布条。我来照看他，你们先下去吧。
少君，查到了，矿洞之事是明居所为。明居竟敢伤害少君妃，去找大祭司。是。皇上，边贸一开，吸烟商人定能赚个盆满钵满，其供税之风，可供王上再建3座长生塔。嘿，何来妖风啊？啊！皇上，是时辰。乌阳北升，绝火不息。将掩旧日，取而代之。这神辰什么意思？就是荧惑守心之象。皇上明鉴，荧惑乃为悖乱逆反，而星宿3星则代表帝王。荧惑守心是战败主王的大凶之象。乌阳北升，北明居。皇上，神辰将士非同小可。令明居抽调一班兵将，教育少君麾下，助少君修建长生塔。是。少君，梅林，你醒了，能看见了吗？我能看见了。多谢少君一直照顾我。矿洞爆炸一事，查到是何人所为了吗？是明居派人所为。明居，他敢谋害少君？别担心。我已与祭司联手设局，困有了明居。只是方才夫君送信过来，急召我回一趟西燕。那我和少君一起回去。不可，两国互市才刚刚打通，你我2人要留一人留在青州。可明居他一次出手不成，还会再对少君不利。想必夫君已经惩戒过他了，短时间内他不会对我下手。少君，放心吧，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你要照顾好你自己。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，飞书传信给我。那你自己万事小心。哎，去那儿看看。这个多少钱？5文。那这个呢？这个也是5文。那就这个了。西燕的东西真不错，这个香包用来驱虫特别好使。我上回进矿洞就发现啊，只要矿洞里挂了它，那虫子就跑没影了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个5文。掌柜，便宜些吧。你媳妇上回还给我少了2文呢。我不是掌柜，她也不是我。上回你买了3个才有优惠，这次若还想要便宜，就再多买几个，每个都给你少1文。你看，还是你媳妇会做生意。邵君飞，那我再看看。你终于来了，你眼睛怎么样了？好些了吗？服了药就没事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这是2。净犯傻。多亏了你和少君，洞里的毒虫去了大半，连带着我这里的生意都好了不少呢。
哎，你闻闻这个。还是你的香方有用。咱们香馆以后的生意一定能越来越好。阿佳前几日就说要上门感谢，都被少君以耽误少君妃休息为由回绝了。如今少君的眼里可是只有阿梅。哎，我也惦记着妹子的伤呢，昨日还特地去求了天神，给大家祈福呢。以前也不见魏大哥信这些啊。近些日子不是不太顺吗？你伤了眼睛，刺史大人已被百姓丢石头受了伤。哎，你踩我干嘛？有些人挨打是自己凑上去的，你替他求也没用。要不是那群刁民，刺史大人怎么会受伤呢？都说了，刺史大人是个好官了，他们就是不信，连个名单都不肯给。尤其是那个石匠老头，简直是茅坑里的石头，又臭又硬。又臭又硬。阿姨，你闻闻，满山的红，嘿吼嘿吼，满洞的保佑，嘿吼嘿吼，满身的金油，嘿吼嘿吼，万万保佑。这是早年矿工们在黑黢黢的矿洞中用来传递消息的调子。你一个小姑娘是如何知道的？李叔，你是梅石匠的女儿，梅林。老梅家的女儿，梅丫头，这么大了。来，坐。水街94，小时候阿爹下工之后最喜欢来的地方。是啊，94收摊的时候，你阿娘总会带着你一同来接老梅回家。那时候你就这般高。丫头，你还记得阿云吗？她和你呀是同一年生的。如果不是，现在也跟你一般高了。李叔，我当然记得阿云。你看，就那个桥，小的时候我们两个经常在上面玩。阿云是又好玩又贪吃，我还发愁呢。这么贪玩的姑娘，以后嫁给谁？可是我这个当爹的没有本事，我没有护好她。当年阿爹在我面前被活活烧死，他连尸骨都不剩。我也是靠着阿爹下工的矿洞，才走出青州活了下去。我一直以为我能活下来是因为我命大，后来我知道了，若没有魏北军，我根本不可能活下去。那可是青州的仇人。魏北军是被冤枉的。我们青州的仇人是太子慕容玄烈，我们的仇已经报了。可我亲眼看到，就是魏北军放的火。丫头，你别被人徒给骗了。那些不是真正的魏北军。如今的青州刺史，他是当年的魏北将军，他下令，魏北军刀口不能向民。他带领着魏北军守护青州到了最后一刻，才让我们有了逃离的时间。
真正的魏北军和所有青州亡魂一起被葬在了这片土地里。这些年，他们被太子栽赃，被百姓唾弃，可他们才是青州真正的英雄。是他来让你当说客的。我是为了青州所有已故的乡亲。李叔，有了碑，有了名单，他们就能找到回家的路。阿云也能回家了。李先生，人徒又来青林巷了。老先生，万民碑的名单就只剩下青林巷的了。既然要做青州刺史，就得学会青州的手艺。着力应在凿子的后半段，才好更好的控制力度。像这种长滑可以斜凿，大胆凿。你去把名单写了吧。青州青林巷何木、李云儿、李江岸、郭瑜、王梨花、梅大山。刘春喜、今日是青州大火10年祭。10年前，因我慕容家之过，让10万无辜的百姓葬身火海，让无数无辜的冤魂不得安息。青州惨案，是我一生之憾。没有守护好青州的百姓，是我的失职。这里会日日夜夜、时时刻刻提醒慕容家赎罪。这碑上的每一个名字，慕容景和不会忘记，青州不会忘记，大言更不会忘记。这万民碑上还少了些名字。当年戍守青州的威北军，拼
死御敌，守护青州。他们即便被人污蔑，仍刀口不向百姓。那13000名将士的名字，也应当镌刻在这万民碑上。他们的名字，应当被所有人记住。对，如果没有魏北军，我们现在还被谢人欺负着。他们是好人。放火的不是魏北军，他们是被冤枉的。魏北军没有害过百姓，百姓却害了魏北军啊！没错。魏北军还会保护青州吗？北北军已经覆灭，如今已经没有魏北军了。只要你们还记得魏北军，他们便虽死犹生。本官会继续继承魏北军的遗志，守护好这片土地。青州，记得魏北军。魏北军永存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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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黄三子锦和，字穆青州，力促边贸，通商减赋，以慰民商；凿山开矿，以充府库；户授文管，以通民意；筑路修桥，以利民行；丰功伟绩，振兴甚慰。特赐还魏北军虎符、军旗。准慕容锦和重建军制，告慰英灵。少君妃，少君已经在议事厅等你很久了。少君回来了。嗯。少君。少君妃，我等是奉王上之命前来查验护士的收成。原来是王上的人啊！这次护士的赋税名录都已经记录在册了。啊！多谢少君妃，下官即刻返城向王上复命。嗯。少君，祈福乃王上的长生大计，自然是越快越好。王上已为日月昆仑备好了轿夫，明日便能登山。少君，出什么事了？梅林，这次是我要麻烦你做件事了。少君边贸一事做得不错，贸易所得颇丰。修建长生塔，营资虽足，可故总觉得这长生塔中还缺一盏为古巨幅的长生灯。既然青州是我西燕福泽之地，那就请日月昆仑在青州圣上为孤点燃长生灯。儿臣领命。所以方才那2个人是来催少君点灯的。如果只是点灯也就罢了，
我们千辛万苦做成的边贸，一步一步走到今日，好不容易物丰民富，也有了一些税贡，可这笔钱却不能用于利好民生，只能用来修建什么长生塔。虚无缥缈的长生，真的比活生生的子民还重要吗？少君，两国互市于西燕是好事，你已经尽力了。况且如今燕商在青州的生意越做越好了，西燕百姓的日子也会越过越好。恭喜少君、少君妃！大言来信，燕妃娘娘有孕，已是1月有余。这是燕妃娘娘的亲笔。阿兄、阿梅，没想到吧，子固也是要做娘亲的人了。你们一定也很为我开心吧？是不是嘴角都咧到后脑勺了？子固还真是料事如神啊。其实我也有点担心，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当好一个娘亲。我既没有阿兄沉稳，又不如母妃懂得那么多道理。皇上为了让我宽心，还陪我一起去求了天神。皇上说，能不能当好娘亲都不要紧，只希望孩子和我一生都平安顺足。我感觉他在踢我。你说我们要给他取什么名字好啊？对了，阿梅，我还给你挑了几件嫁妆。还有阿兄，你还记得吗？母妃刚走那年，我过生辰，被子瑜欺负哭了一整天。你为了让我开心，便做了滑草板给我。那天我们玩的浑身都是泥巴，还挨了父君的罚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阿兄笑得那么开心，却也是最后一次。阿兄从前常教导子固要守规矩，可子固却越来越觉得，这规矩是困住阿兄的枷锁。子固只想让阿兄往后都如那日般开心地活着。子固真的长大了。母妃走后，宫中的日子举步艰难，处处都是桎梏，步步都是陷阱。我与子固也只能谨小慎微地活着。人人都道去大研做质子是件苦差，可却不知，那是我最畅意抒怀的日子。虽远离家乡，也有许多艰难无奈的时候，但却总有3两喘息之际，更与大研陛下志趣相投。陛下心怀子民，重视民生，我希望未来的西燕也能与大研一般。月琴，你除了是西燕少君之外，也是你自己。偶尔可以放下一切，不管什么规矩礼仪，你也可以像子固一样纵情肆意一回。等回了西燕有机会，我们一起去滑草。西燕王庭已送来拜帖，听闻少君要在青州举办点灯仪式祈福。如今两国通商顺利，在青州祈福也有稳固两国和平之意，只是不知这仪式该如何举行。届时，我当为日昆仑，代表西燕从西侧上山；而梅林则为月昆仑，代表大研从东侧上山。上山时，我们2人皆不可踏足地面沾染尘埃，要有专人将我们抬至山峰。登顶之后行礼，再点燃长生灯，仪式便结束。
既如此，大言全力配合便是。多谢刺史大人。点灯仪式结束后，我们便要回西安了。算算日子，雪龙须也该开花了。少君可还记得我们当初的约定？这次回西安，就是为了让梅莲服下雪龙须。告辞。王爷，明日送邵俊飞上山的人，西安已经按照习俗找好了。夜风重，饮酒伤身。这一别，此生怕是难再见了。咱们打个赌吧，要是我种出来红果，你就嫁给我。不赌，我不嫁人，我只招赘婿。等回了青州，咱们就成亲。反正青州那么远，父皇也管不着。等你种出红果再说吧。他说的对，红果只有在老窝子村才叫红果。那时我还不信，还想着要种出一模一样的味道。强求，终究只能是苦果。就算隔得再远，我们还可以写信嘛。就怕你呀，到时候跟情郎做生意过日子，把我跟邵君飞忘得是一干二净。谁说的？我到时候一定多给你们写信，你们可别嫌我烦。记得写信。干杯！少君，少君，你终于来了。少君非他喝多了，喝多了，喝多了。你坐。等你没了邵君飞的束缚，彻底自由，我一定会亲手将这玉环送给你。
明日就是点灯祈福的仪式了。将军放心，我们的人已经安插进去了，此次祈福必不能成。若是点灯失败，王上必会震怒，到时我再借机发难，势必将乐琴从少君的位置上拉下来。将军，宫殿的探子已查明，少君上次带回来的珍宝是血龙须。血龙须，那可是世间罕见的珍奇宝药啊！少君妃，吉时已到，少君已经启程，我们也该出发了。好。月昆仑竞登圣山。少君妃没事吧？你们如何当差的？月昆仑受天神护佑，自能平安登顶。除非神不认他。祈福仪式从未出过差错，今天怎会衰了？他是大野人，神明根本不认他。就是我们强行上山，可能要遭天谴啊！多谢神明昭示，多谢神明昭示，多谢神明昭示。少君妃，您的脚不能沾地，祈福的吉时也不能错过。山路绵延，终有尽头。